现在移动支付这么方便，如果不说，有多少人还记得50元人民币背后印的是布达拉宫？俗话说呢，来西藏不去布达拉宫，相当于白来。除了是来了解历史外，其实很多人呢更好奇的是，世界一半的黄金究竟是不是在这儿？如果是真的，那布达拉宫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而且有这么多金子，为啥没见到有人去偷呢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布达拉宫位于西藏拉萨市西北处一座叫马布日的山上，海拔约3700米。它修建于631年，据说是松赞干布为了迎娶文成公主专门修建的，至今约有1400年历史。布达拉宫占地总面积超36万平方米，楼层最高为117米，共13层。宫殿呢主要由红宫和白宫组成，白宫呢是历代喇嘛住的地方，而红宫呢则是用来放置历代喇嘛灵塔的地方。别看现在布达拉宫雄伟壮观，但实际上早先的宫殿呢早就不复存在，就剩个法王洞和帕巴拉康。现在之所以能看到，主要是从明清开始到现在一直在不断的维修和扩建出来的。如果一定要问布达拉宫究竟有啥特点，那一定是豪。哪个来布达拉宫参观的人不得感叹一句，这里什么都少，就是黄金少不了一点，包括各种珠宝在内。为了建布达拉宫，总共耗费了超30吨的黄金。有不少人就说世界一半的黄金都在布达拉宫，毫无疑问这种话就一言假。不说全世界，但我国黄金储量就1万吨，30吨都没我国零头多。不过这种话说的吧，实际就是这种夸张的表达。而且布达拉宫吧，光看上去就觉得有不少黄金。说布达拉宫有世界一半黄金，那的确是夸张了。但说的好呢，那也确实没说错。毕竟要知道，布达拉宫还有个别称叫做黄金宫殿。31吨黄金和世界比起来呢是少了点儿，但也不是个小数目。毕竟咱们买金子都是按克买的，如果按现在的金价算，这些黄金总价值超150亿人民币。光听数字呢，可能还没什么感觉。只有实地的参观才会明白为啥会有人说世界一半黄金都在布达拉宫。经过上千年无数人努力，布达拉宫观整体外表看上去呢，就给人一种金碧辉煌的感觉。由黄金打造的屋顶，宫内内部更是充斥着各种黄金制品，什么壁画啊、珠子啊、法器等等，甚至壁画里的文字都是用金粉写的。当然，更重要的还有历任喇叭灵塔。就说五世达赖喇嘛他的灵塔高12.6米，宽7.65米。为了修建这座灵塔，塔面就花费了近4000克的黄金，而且呢，这还不包括镶嵌的各种玛瑙、翡翠等珠宝。而像这种灵塔，布达拉宫还有不少座。另外，作为藏传佛教的圣地，佛像当然也少不了。而这些佛像呢，不说全用黄金打造，那也至少表面上镀金。那你知道布达拉宫的佛像有多少座吗？超20万尊。你说夸张不夸张？不过布达拉宫会这么珍贵，不只是因为黄金。白宫的外墙为啥是白的？那是当地藏民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，用好牛奶加点蜂蜜、白砂糖混合起来刷上去的。有些家庭好点的呢，还会在里面掺一点黄金。这种程度，世界上哪个宫殿能跟它比呀？现在大家都知道了，布达拉宫很豪，随处可见的黄金。这里呢，就有个疑问：这些黄金究竟是怎么来的？当地有金矿吗？更让人奇怪的是，明知道有这么多黄金，居然没人去偷，这究竟是为啥呢？布达拉宫黄金来源3个方面，一是赚来的。作为西藏第一个有史料的王朝，吐蕃的实力很强，和大唐的战争也是胜多输少。在经济上，他还控制了丝绸之路以及长马古道，从里面赚到了巨额利润。其次呢，就是明清，为了重修布达拉宫，给了不少黄金，特别是清朝，给钱又给人的。最后就是信徒自愿捐赠的。在这里，布达拉宫毫无疑问就是他们的圣地。藏民对信仰呢，到底有多虔诚，不用多说。哪怕顶着烈日寒风，就算忍冻挨饿，都要一步一磕头，磕到布达拉宫去朝拜。他们会捐黄金呢，也不是件很难理解的事情。也正是这些原因，布达拉宫也成为了人们口中的黄金屋。大家都知道里面呢到处都是黄金，那为啥没人去偷呢？一是布达拉宫本身的安保就相当严格，而且布达拉宫也不是所有地方都允许参观的。能参观的到处都布满了无死角摄像头，想要偷窃难度不是一般的大。而且这可是圣地，一旦偷窃被发现了，这就跟在北方的人贩子一样，能有什么好下场？再说了，里面的黄金呢，动辄上1000克的重量，根本搬不走，所以布达拉宫被偷的几率其实很低。不过相比于黄金，布达拉宫最珍贵的还是它的历史以及文化价值，这些东西呢，不是能用黄金衡量的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起的小手点了一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